要见吴大人。大人若信不过，可将小道双手反绑，再去面见吴大人。让他们进来吧。去吧，谅你们也不敢胡作非为。吴大人，吴大人，严御史刀斧为严武禀报吴大人，扬州府方才得到精神急报，说皇上和皇太后都驾崩了。大胆逆贼，竟敢公然咒骂两公！来人！吴大人，严都头所言句句是真，绝不是胡诌。吴大人，皇上和皇太后确实已经驾崩，前后只差1天的时辰。一派胡言！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来人，把他们一并拿下！吴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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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领头的给我拉出去砍了。本官此番来到扬州，是奉了皇上和皇太后的圣旨，就是要彻底查证上任钦差究竟是怎么死的。是该查清楚。虽说钦差是死在扬州府衙，但下司确实见过两面，理当配合吴大人查证。除此之外，皇太后还特别下旨，命本官查一查两淮盐运司的所有账务。从今天开始，本官就着手履行这2项圣命。潘大人，希望你能够留在府上，随时听候传唤。谨遵吴大人所属。那好，本官这就告辞了。吴大人下榻何处啊？这一切有焦大人已经安排好了，潘大人就不必操心了。吴大人吃顿便饭再走吧。不用了，你留步吧。潘府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生气什么呀，老爷？我看这个吴大人啊，跟上回那个钦差套路一样，首先给您个下马威，然后再逼着你上门去送礼。哎呀，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老爷他，哎，老爷，您先回屋歇歇吧。老爷，对，您先歇着，慢着。老爷，别想那么多了，先回屋歇着。我给你泡壶好茶来。来者不善啊！老爷，还有1箱元宝浆，2个美人儿，都备好了。谁让你搞这些名堂啊？这位刑部侍郎与上回的钦差大臣不是一类人呐。老爷，我看差不多，这个比那个能年轻些，2美人搞不倒他，再加2，我就不信搞不倒他。好了，你不要再搅和了，你快把那些租来的女人送回去。这，严武，老爷，你这2天多注意点。是老爷。你下去吧。严武，你去替我办件事。大人尽管吩咐。上回伺候过钦差大人的柳燕，眼下在哪里啊？大概还在多宝巷的某个院子里吧。不要大概，你要立刻去找到他，给他些银子，让他离开扬州城，另找立足之地。是。还有啊，院子和书院的老鸨、阳春别馆的主事都得打点。知道了，老爷。李善，老爷，大牢里那几个死囚还得给他们送点犒赏去，免得他们胡说八道。你放心吧，老爷，这事儿包我身上。我们主事的对在那。
这阳春别馆虽说是依小山傍细水，却是茂林修竹，白鹭红鸥，正可谓无处不可入画，无处不可入诗啊！不愧是淮阳名馆，也更难怪扬州府衙总是将别馆作为钦差大臣封疆大吏的阶驾下榻之处。唉，闭馆不知得罪了哪一位大师，何方神仙，近来屡遭不测，祸事连连啊！哦，是吗？如此名馆竟有祸事，不知能否告知一二？唉，前些日子钦差大人竟然在闭馆倏然而逝，使得刑部侍郎吴大人弃闭馆而下榻别处了。哦，刑部吴大人是否因此而另觅住处，不去说他，只是那钦差大人，鄙人在京城也曾偶然谋面，此人身材魁梧，正当庄年，为何会倏然而逝呢？此事说来不雅呀，但说无妨嘛。这是既怪钦差大人纵欲过度，也怪某些官员投其所好啊。哦，那何不说来听听？哎呦，李总管，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那几个死囚呢？我要见一见。对了，我这有潘大人的令牌。总管说的是孙黑子那几个人？哎呀，就是那几个盐贩子。快！哎呦，总管您来迟一步，他们被扬州府的人提走了。你说什么？扬州知府的人敢到咱们盐运司大牢里提犯人？他们拿的有钦差大人的令牌，小人不敢阻拦呢。完了！李总管，这位警员，你和哪一位姑娘有约？还用约？我有公务在身，走开！好，这把你赢了。哎呦，柳叶姑娘在哪？是柳叶姑娘。哎呦，刚才从京城来的一个官给了半个月的包银，把她给带走了。什么？那个京官他叫什么？叫什么？哎呦，叫什么我没问，这种事我一般是不问，问了人家也不说真话，就是说了也是个假名儿。这下麻烦了。哎，官爷，以后有客人带过来啊。哎，叫你们动作快点，总是磨磨蹭蹭。这下好了，每一步都落在后面。老爷，那家伙确实厉害，看来是个高人。不是看来，是肯定。你们两个都出去。这夫人病逝，知足常乐，物极必反，孤训良多。老夫时常以此自勉自戒。数十年为官，初时堪称两袖清风，即便在肥缺元印使之任上，亦无贪赃枉法之番劣迹，不沾食鸦片之陋习，未染侠妓嫖娼之恶习，唯一喜好乃品茶玩壶也。入雅去，却渐渐染俗流。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此番因壶引起祸端，
以致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树大招风，肥缺早已使人眼红。如今看来，末顶之灾已属难免。呜呼！于此万怨积灰之际，特将身后之事提前作一交代于四耳。其一，便要查出害我之人，为告为父在天之灵；其二，潘家从此不得入仕途，以为父留下国粹，查胡起点，创新家族新事新物。老夫则可含笑于九泉之下矣。是儿，是儿，切切，切切。老爷，李三，老爷，老夫平日待你不薄吧？老爷对小人是恩重如山了。这回，老夫看来是在劫难逃了。老爷何出此言？老爷的，您是吉人自有天相啊！老夫，万一遭遇不测，你一定要千方百计赶到京城，把这个壶交给四公子。老爷，您就放心吧。李三，老爷，请收老夫一半。哎，老爷，老爷，您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老爷。一会儿老夫要出去走一走，如果吴大人问起，你就说老夫卧病在床。老爷，您这是？我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绝对不会畏罪潜逃。老爷，您需要李三跟着您吗？不用了。那老爷就处处加小心。这个壶就交给你了。完了，这是天意啊！施主不必惊慌，请施主告知贫僧，今日特来抽签，为了何事？四儿，你回来了，见着王爷了吗？没见到。淳王爷昨天晚上被紧急召进入宫，到现在还没回府。哎呀，
我听说，其他几位王爷也都在宫里头。太医院是人心惶惶，看来是两宫的病势又有恶化。你爹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了，钦差这会儿八成到了扬州了，再过几天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啊？母亲，您别着急啊。现在两宫并重，如果说乾坤真的是移了手，这对父亲来说未必是件。你胡说些什么呀？你不要脑袋了啊！如果说皇上真的是一病不起，那么继位者是非溥仪莫属。到那个时候，朝廷就是纯王爷的天下。哎呀，那就把这个他不死不活的拖着呀。父亲可是正三品的官员，按照大清的律律，钦差是不能够擅自处置的。哦，到时候就算是押进了北京，中书巨变在即，谁还有心过问这个事情？就算是庆王爷，他也盯着宫里头呢。父亲可能是要吃几天的苦，不过孩儿到时候会上上下下的打点，而且里里外外都知道父亲是纯王先生的人，是不会为难他的。好小子，这点真跟你父亲一样啊，临危不乱呐。你也是个当官的材料。真要是纯王爷的儿子袭了大位，我就是舍着老脸也到王爷那儿给你保个官做。母亲，父亲不是在家书中说了吗？我们潘家永不再入仕途。你别听他胡说，他是栽到了庆王一党的手里了，他斗不过人家才发这样的牢骚呢。纯王爷的儿子当了皇帝了，那庆王爷还不滚回家抱孩子去啊？咱们潘家也是沾了皇亲国戚的边儿呢，不当官做什么去？孩儿我呀，志不在此。哦，原来如此。不过依贫僧之见，施主印堂发亮，气度不凡，实乃贵人之相，想必应该是有救的。人在草木中，自然得逍遥。茶能治百病，茶寿的定数是108岁。施主稍等。施主若能以此壶泡此茶，每日细心的品尝，定能够转危为安。多谢方丈。潘天赐，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你们是什么人？奉刑部侍郎吴大人之命，给我将官犯潘天赐拿下。斩！传令，让本司穿上官服。原两淮盐运使司潘天赐罪状如下：一、王胡之首，致使贩运私盐之暴民连闯2关，致使我籍司兵丁死伤惨重；二、偷梁换柱，将劳中原死囚充作暴民；三、以金钱美女贿赂前钦差大臣，致使前钦差大臣猝死于别馆之中；四、玩物丧志，不思盐运大计；五、账目混乱，库银流失惊人；六、处处设障，千方百计阻挠本官查案。潘天赐，本部堂所列6条之罪状，没有冤枉你吧？按我大清定律，钦差出使5品以下官员可以酌情自断，5品以上者要报请朝廷。吴大人不可以越权处理地方大员。
放肆！潘天赐，本部堂早就知道你的头难剃，不过我告诉你，本部堂无权办你，却有权查你。如果你再不认罪，就别怪我在这里大刑伺候了。来人，大刑伺候！慢，不必动刑，要什么口供，尽管写来，我签了就是。好，你明白就好，这样你可少受一些皮肉之苦。来呀，拿去让他画押。将犯官潘天赐摘去顶戴花翎，投入大牢。是潘大人，你怎么？你是柳叶姑娘？潘大人，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一言难尽啊！老夫有一事不明白。那钦差大人怎么会突然暴病而死呢？潘大人，小女子实在是冤枉的。那天我被送进阳春别馆之后，那个钦差大人把我捆绑起来折磨我，是他自己在大笑之下气绝身亡的。真是如此？句句属实。你呀，真是个让人失魂落魄的女子啊！大人，我是一个苦命人。我从小父母双亡，12岁的时候就被卖进莲娃书狱。我虽然是个青楼女子，可我卖艺不卖身，从小暗习琴棋书画，熟练各级茶道。我一向洁身自好。真是如此吗？我看未必吧。大人指的是我和四公子的事儿，请大人不必多虑。如今我身陷囹圄，此生恐怕也难见公子一面了。我说叶母老弟啊，咱还是别冒这个险吧。李大哥，你别再说了，我这条命是老爷给的，还给老爷我愿意。我叶母这次准备豁出去了。可咱怎么才能救出老爷？这种事儿不到火候是不能结果的。那我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你就放心吧。风流受到尽头了，四儿，你要收好那些活啊，潘家就指望你了。
姬太来，水玉儿，否极泰来。谢谢老法师，救了老夫一命。老夫谨遵佛旨，随遇而安，但等否极泰来。进下去，老师俩。是你。嘿嘿，这不是威风八面的潘大爷吗？哎，你怎么也到这种下三滥地方来了？干什么？你干什么？嘿嘿嘿，哼哼哼。你不是被扬州府驱逐了吗？其他的人呢？那几个放了，老子得陪你静静。我得到皇上那儿去作证，托你的福啊，老子这辈子还能见见皇上。我看你恐怕是跟交战之友交易吧？什么交易？都是你冤枉的，老子还没跟你算账呢。转过来，转过来，给老子磕100个响头！老子得把原先给你磕的头全找回来，然后再慢慢的收拾你。你要是不作奸犯科，干那些鸡鸣狗盗的事，何必跟我磕头啊？好大的口气啊你！你以为你真是虎死不倒吗？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潘大人？啊呸！今天你不给老子磕头，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我现在打你，还不就打我儿子一样？你以前打烂我多少回屁股了？哼！今天老子就得教训教训你！强的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吃了豹子胆了，竟敢凌辱潘大人！壮士饶命，壮士饶命！我是跟潘大人闹着玩的，我这2下子还没挠痒痒重呢。燕武，你怎么来了？大人在这里受委屈了，等我接过了这个恶棍，再来大人的话。潘大人，潘大人救命！潘大人救命！燕武，把他放了吧。你倘若再犯上作乱，我剥了你的皮！知道，知道。潘大人，你还是破船还有3000锭啊！嘿嘿，来人，在，还换到另一个号子去。这。燕武，你进来做什么？大人请稍作忍耐，罪迟明晚，大人便可重见天日。此话怎讲？难道吴大人他哪能指望他呢？那你的意思是？下官已经联络了一班以前的旧兄弟，人人侠肝义胆，个个武艺高强。明日天黑之后，下官会领着他们来，将大人解除狱去。你说什么？劫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人，您就放心吧，下官已经看好了路线，保证万无一失。荒唐，荒唐啊！大人，这世上绝无万无一失的事啊！大人，假如劫狱失败，或者是假设成功，你们那班兄弟都难逃朝廷的追捕，
那可是死罪呀！可是为了大人，我严武。严武，大人，哎呀，你不要再说了，我绝不逃狱。严武，谢谢你的好意，老夫既然已经如此，何必还要拖你那班后生弟兄一起赔上呢？看来你还要静下心来，喝上3年的碧螺春，你才能独立谋事啊！潘大人，我听说你后天一早就要被押家进京了。老夫随遇而安。潘大人，您的性命攸关，在此一举，到了京城可就难了，请大人深思。京城啊，对了，老夫走了以后，你要全力辅助老四啊！啊，你走吧。钦犯潘天赐，刚才本官对你的家产田地、金银财宝做了充公和查封的处置，你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但犯官恳请吴大人开恩，将犯官收集的那些泥茶壶从赃物清单中剔除，也好让犯官给家眷旧属留一个小小的纪念。吴大人，您是饱读经文、知书达理的青天大老爷，你知道那些玩意儿都是泥捏的，一碰就碎，就算收上去了，也不可能完整保存呐。这个本官当然知道。至于你那批紫砂茶壶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本官准了。多谢，多谢，犯官感激不尽啊！来人，将钦犯潘天赐以及从犯柳叶、孙黑子验明正身押上囚车，即日启程进京。我就跟老爷说一句话。大人，先拿喝杯茶。老爷，大人，老夫要是回不来，你就把那些壶交给四少爷了。我知道，只有他懂得茶壶啊。我知道。老爷，老爷，老爷，你放心，我一定亲手交给四少爷。老爷。启程。我已经跟你们焦大人说了，这些东西都不要拍卖了，连着宅子一块做个价，我都要。哎呀，潘老爷都在筐里，没烂净，都是好东西。那些东西啊，
那些东西吴大人让留给他们的。哎，潘家的壶都在这儿了吗？我可是从江宁特地赶回扬州的。这不是卖狗皮膏药的董二吗？哎，几天不见，你都横着走路了。嘿，你个狗东西，你他妈敢骂我？哎，这些东西啊，是钦差大人留下不充公的，我呀，在这看着。不就几把破壶吗？二爷我全要了。得，我呀，多给你2钱。回家种地，回家种地。潘家的东西啊，我不能卖，别动啊！嘿，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潘老爷子这一走啊，他回不来。董二啊，哎，我跟你说啊，当初要不是我们家老爷饶了你，你能有今天啊？嗯，我还告诉你，老爷这一辈子就喜欢壶，我就是饿死了，也不糟蹋老爷这些壶，别乱碰。你看，哎呦，焦大人，老爷子头都保不住了，还要什么壶啊？啊，焦大人，老爷不在了，不还有4公子吗？我在这等4公子。焦大人，听说您高升了。你耳朵根儿倒挺长啊，不就是从扬州府换到江宁府吗？哎呀，焦大人，恭喜恭喜呀！我说嘛，潘老爷子啊，不，潘老东西，他怎么能斗得过您焦大人呢？董二，哎，这些壶你要收，全归你了。哎，谢焦大人。李三儿啊，就这些了。大人，您说什么？壶啊？什么壶？好壶，极品。焦大人，这些壶可都是极品壶啊。这个，哎，潘天赐啊，潘天赐，你是徒有虚名啊！嗯，干什么啊？那么舒服啊？起来，起来！小头子，你别吓我啊！啊？潘大人怎么了？嘿嘿，别装死！啊？潘大人怎么了？哎，醒醒啊你！潘大人不行了！真的别吓我啊，跟我没关系的。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潘大人不行了！说喊不行了！别喊，别喊！潘大人！别赖我身上你！此地可有休息的地方？前面好像有一个大车店。好，把人马拉到大车店，先歇息一下再说。哥，开，走，开！不碍事，把这药给他喝，死不了。谢谢。呀，这可真是啊，人比人气死人啊！大家都当犯人吗？潘大人，你当犯人还有美女伺候啊？快过来呀！来。活了！大人，你终于醒了。
这阎王殿里转了一圈，没见到熟人啊？你，绿叶姑娘，谢谢你了。我要喝茶。喝茶？潘大人，你以为你还在运司衙门呢？想喝茶就有茶喝啊！大人，我到哪去弄茶叶呀？不需要茶叶，这是一把老茶壶，壶中有茶山，把开水浇进去，立即就有茶汤了。好，照看一下啊。大哥，有水吗？哟，看谁来了！哎，来，这不大美人吗？来！哎呀，您还要喝水啊？你长得就够水灵的了啊！行了，把它扣上。你喝就有，潘大人喝没有？没有了。我告诉你们，潘大人可是皇上钦点的要犯，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们也脱不了干系。好吧，来吧，一点儿，再给一点儿，再一点儿，再给一点儿吧。哎，还是个破家伙啊！破呗，能用就行。哎，别让他走！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放手！你干什么？光天化日调戏民女，他不就干这个的吗？说吧，姑娘，摸一下几个铜板？大爷，我这有的是钱。你要是落在我手里，定斩不赦。你个老不死的，你还能活几天啊？耍什么威风？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要管你！叫你放你过来！你们住手！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打谁？怎么能打？你们住手！住手！谁喊住手？跟他一块打！大胆！你们要干什么？想造反吗？大人，大人，请起。你不是要打我吗？大人，小的知错，大人，当小的知错了。将他拉出去，重则40大板。你们几个从犯，互相掌嘴5十。大人饶命啊！小的知错了，大人。大人饶命啊！你们掌嘴，走。小的知错了，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小的知错了。大人，大人，你不要管老夫了，你去睡吧。大人，老头子，烦不烦人家？渴了大半夜了，让不让我睡觉？再磕，到了北京见了皇上，小心我嘴下不留情啊！你这人还算是人吗？他都磕成这个样子了，大人，大人，大人，别叫！大人，怎么了，大人？大人，叫什么叫？大人，叫什么叫你？他老实了，你又叫了啊？大人，不许叫！大人，什么叫什么？刘烨。啊，他过去了，现在就我们2个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个畜生！你谁啊？
睡吧。你是谁？姑娘别怕，我是他的座上客。座上客。大人，再来一点。大人，大师，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我跟爱胡的人走，胡跟着我走，我不就到这儿了吗？看到大师，看到这把壶，哎，我的病都好了一大半了。啊，老夫食可无肉，可饮可不能无茶呀。胡啊，是茶之父啊。谁是茶是母啊？天下的胡友是一家。这壶可是壶中的绝品呀！对呀，没有它，你大概已在黄泉路上喽。大师，要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那是你潘某人本身的造化。大师，你最近在忙些什么？我还能忙什么呀？走街串巷，跋山涉水，就为寻这把壶的壶盖啊！我的时辰不多了。大师是化荷叶？阎王爷随时都能点咱们的名。大师，你这话老夫听不明白呀。我康健这辈子要是找不到这把壶的壶盖，这件事也只能托付给别人了。大师打算托付何人呢？那自然是懂壶爱壶、品德高尚的人了。大师对壶艺的痴迷，老夫深感敬佩呀。好啊，天已大亮，我得走了。大师，你要保重，来日方长啊！保重，保重。我也有一把像他那样的壶。你说什么？哎，我的那一辈儿和他的那一辈儿好像是一对呀。哎，对对对，应该是对壶啊。哎，对，是，哎，是，哎，姑娘，此事不可以再向别人提起啊。哦，我知道了。
侵犯潘天赐之旧部刀斧卫严武带着人马飞奔而来。蹲不下去，严阵以待。战！走！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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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要事要见吴大人。大人若信不过，可将小道双手反绑，再去面见吴大人。让他们进来吧。去吧，谅你们也不敢胡作非为。吴大人，吴大人，盐运使刀斧卫严武禀报吴大人，江州府方才得到京城急报，说皇上和皇太后都驾崩了。大胆逆贼，竟敢公然咒骂两宫！来人！吴大人，严都头所言句句是真，绝不是胡诌。吴大人，皇上和皇太后确实已经驾崩，前后只差1天的时辰。一派胡言！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来人，把他们一并拿下！吴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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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领头的给我拉出去砍了！小的绝无谎言。纯亲王自此奉太后遗诏已经继位，光绪皇帝已经是大清皇帝，明年就是宣统元年了。把他们放开！你把话说清楚。四公子，你跟大人说。吴大人，我刚从北京赶过来，两宫并天，新帝继位，皇上的生父纯亲王载沣已经遵太后的拟旨摄政，朝廷已经下诏大赦天下侵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我们被大赦了！皇太后，皇上啊！新皇万岁，万万岁啊！父亲，父亲，大人，你们来得好，来得及时啊！辛苦你们了。父亲，您受苦了。为大人卖命，严武万死不辞。是有水远安，才能等得否极泰来呀！宣统爷登基，普天同庆啊！对对对，宣统爷登基，普天同庆，普天同庆，普天同庆啊！父亲，马匹就在外面，我们一同回扬州。柳叶，走，我们一块走，走，一块回扬州，快走走。站住！来人，将他们押上囚车，立刻启程进京。吴大人，犯官已被赦免了。对，潘大人已不是侵犯。有罪状，证据确凿。像你这样的贪官，天怒人怨，当朝皇上无论他是谁，都不可能将你赦免。吴大人，本部堂此番来到扬州办案，是奉了皇太后的手谕。即便如你们所说，皇太后驾崩了，本部堂也要将你押往京城，由当朝皇上亲自处置。可是摄政王已昭示天下，可是押上囚车。大人办事不公，别怪下官造反了。大胆，给我拿下！走，刘烨。严武，不动！我与青来大人有话要讲。住手！吴大人，朝廷已经下诏大赦天下侵犯，潘某离京前也亲得摄政王的口谕，明令赦免家父，还请吴大人定夺。
那王爷可让你带手令来了吗？现在紫禁城是两国的国丧，太和殿新帝继位，真是百废待兴、日理万机之时。摄政王无暇一一顾及，只对潘某说了这样几句。我潘思雨就算有几个脑袋，也不敢假传摄政王的口谕。王爷还说了什么？让吴大人即刻返京，不得有误。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何况你空口无凭，让本部堂我怎么相信你啊？吴大人，老夫有一事相求。说。请容犯官私下与大人一谈，然后犯官愿听凭发落。好吧。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吴大人，您查实犯官6条罪状，犯官知罪认罪。吴大人，您对我大清朝忠心耿耿、清正严明，若满朝100万官僚都像您这样，那朝纲必正，国运必兴啊！潘天赐，在离开扬州之前你还不认罪呢，怎么现在突然认罪了呢？当初吴大人您是查案，犯官岂有自投罗网的道理？如今天下大赦，犯官赶上新天子皇恩浩荡，为何不搭上顺风车呢？哼哼，好一个搭顺风车呀！你倒真会投机取巧啊！你有罪无罪还没有定案，至于怎么赦免你，要等案子查清楚再说。摄政王已经赦免犯官。此刻，犯官倒是替吴大人您着想啊。为我？你为我着想什么呀？吴大人，您对大清忠心耿耿，犯官敢问吴大人一句：两宫遗诏与当朝圣命，孰轻孰重啊？你这话问得荒唐！我身为大清臣子，岂能将朝廷圣命善分轻重啊？然而，历朝历代，先帝遗诏与当朝圣命有悖，当以当朝圣命为准，哪有弃当今皇上圣命不顾的？摄政王待皇上立言下诏，大赦天下，犯官当在其中。若在此普天同庆之时，大人您将犯官扣押，那当朝文武百官会怎么想啊？若有人在背后奏上一本，说吴大人您是皇上年幼，拥兵自重，不服摄政王，那麻烦就大了。本官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在我大清朝，这种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的事，那可是礼卷不鲜呐。犯官当然为自己的逢凶化吉而庆幸，但更关心的是您这大清栋梁的前程。不忍看到吴大人的仕途受挫，为一小小的犯官而成为违抗圣命的侵犯啊！若真是这样，那是吴大人的不幸，也是我大清的不幸。犯官恳请吴大人再行斟酌，三思而行啊！让你受委屈了，不过以后就好了，有我在，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哎，
还有我呢，最冤枉的就是我了。要射都射，要不射都不射，你可不能光射他们不射我呀！你给我闭嘴！你现在不能光顾老爷子不顾我吧？你这种人，天生就是蹲监狱的货，放了你，早晚还得关进来。这话怎么说的？冤有头债有主，这一档子事儿是一档子事儿。咦？禀报大人，新任江宁知府焦占之派人前来送口信。叫他进来。这。啊，你先下去吧。谢吴大人恩典。我怎么看到一只苍蝇，一条粪坑里的蛆虫？小人罪该万死。大老爷，大人不计小人过，给小人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哎呦，父亲，是冯师爷探听到你们的线路，令我们及时赶到的。大老爷，小人愿意以后半生赎罪革面。好，佛祖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看在老夫落难时，你并未落井下石，尚存良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老夫就放你一马吧。哎呀，大人大恩大德，小人永世不忘，永世不忘。哎，你先回扬州一趟，向家里报个信。啊，哎，走。父亲，吴大人怎么说？那个人恃才自傲，看来是不太好说话。形势比人强，也由不得他了。他能回心转意吗？燕武啊，对付那种饱读经书的人，要用舌头啊，不是拳头。小人奉焦大人之命特来禀报，江南各府已收到京城600里加急快报，焦大人请吴大人到江宁府医馆相见。立刻启程渡江，去江宁府暂住2日，再做打算。是。等等，3名案犯就不用上囚车了，让他们与队同行，囚车就地丢弃。还有，刚才潘家那2个报信的人，也让他们与队同行。这一路之上也好照顾案犯的饮食起居。去吧。是。六月姑娘，老夫做了一辈子的官，可说是玩物丧志啊，惭愧惭愧。六月姑娘，你不要见笑。说这犯人射了都可以骑马，怎么偏偏让我牵马呢？不公平嘛！杀头都是一样杀，怎么骑马就没我的份？你算什么东西？康范爷手中有一把壶，可非一般呐。你姑娘手上有一把跟她一样的壶，老夫倒觉得很稀罕。是的，我那把壶比她还多个盖子呢。哦，改日有机会，老夫希望开开眼界。好的，老爷。大人，出事了，出大事了！焦大人，不要着急。京城急报，皇上和皇太后都驾崩了，醇亲王之子奉诏继承皇位。怎么说？果然是真的了？千真万确啊！大人，皇上，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皇上，皇太后。焦大人，这光绪爷和皇太后几乎同时驾崩，我总觉得此事来得好蹊跷啊！国之不幸，国之不幸啊！同丧两主，
可不是好兆头啊！本官一心想追随亲王爷报效朝廷，可谁知道，偏偏遇上乾坤巨变呢。没想到，太后临终前，把醇亲王的儿子接到宫里，还封醇亲王为摄政王。庆王爷的儿子没接上班，失算呐！哎呀，真是棋错一招，满盘皆输啊！大人，您身为京官，又是庆王爷的得意门生，您说，现在局势还能扳回来吗？办不了了。你想想，淳王府连出2代皇帝，淳王爷又是光绪之胞弟，宣统之生父，朝中根本没有人和他抗衡。哎呀，庆王爷就是有3头6臂，恐怕也没什么招了。潘天赐的案子，我看也就不了了之了。哎，这姓潘的老头子又该得意了。好了，你下去吧。下官年迈体弱，凡事感到力不从心，平时日理万机，苦不堪言呐。下官现龄60有余，府中之事，无论巨细，都得过目，操劳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深感惭愧。大人，那个姓潘的还想再见您一面。让他进来吧。大人叫你进来。下官向吴大人请安。起来吧。谢吴大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昨日深夜，吴大人于江宁知府深谈，下官就属所言之事，应属不假吧？国家不幸，却是你潘天赐的大幸啊！既然消息不假，下官想向吴大人提出辞呈。辞呈？下官决定引咎辞职，告老还乡，还请吴大人恩准。看来本官此番来到扬州，确实长了不少见识啊。到今天，我才算知道什么叫做老奸巨猾呀。下官年老愚钝，不知吴大人所指何人，还请吴大人明示。怎么？昨天还自称犯官，今天却口口声声下官；昨天还知罪认罪，今天却要冠冕堂皇的告老还乡了。哼，真有意思。吴大人，这是下官绞尽脑汁、决心尽力想出的两全之策啊！是吗？如何两全呢？那你说说看。下官的引咎辞职，正说明了吴大人您确实查明了本案，也履行了皇太后的遗诏。下官的告老还乡，说明了吴大人您遵照了当今皇上的圣旨，将下官予以赦免，而且将当今皇上的恩泽洒向人间，这岂不是两全之策吗？好吧，算你运气好。事到如今，本官也就依了你。下官谢过吴大人。潘大人，请起。谢吴大人。大人，请坐。
请。老朽不敢啊。潘大人，咱们现在是两清了，也算是平等了。不过，本官有一事想要请教潘大人。吴大人，你请说吧。啊，来坐。上茶。潘大人，您在两淮盐运史上做了这么多年，都是醇亲王爷保举的结果，对吧？如今醇亲王之子登基，王爷行摄政之权，在朝中如日行中天。你潘大人正好是好逢凭借力，飞黄腾达的时候，为什么突然要告老还乡呢？老朽自觉有罪，无颜面对新天子和醇亲王。陈茶。潘大人，刚才本官已经说了，咱们是两清了，我们就不要打官腔了啊。吴大人，老朽看你年轻有为，而且一路上公事公办，从未刁老夫，老夫就跟你套句心里的话吧。吴某愿洗耳恭听。吴大人，你也是聪明人呐。时逢多事之秋，每况愈下，老朽无力回天，只好退而求自保了。吴大人，老朽告退了。好大的雾啊！下官江建之祝吴大人一路顺风，平安至京。潘天赐，谢吴大人恩典。诸位，好自为之，多多保重。谢吴大人。保重。走了。哼，潘大人总是逢凶化吉，真可谓命大福大。啊，今后焦大人你是官，老朽是民啊。人说父母官，父母官，以后请多照应啊。不敢，不敢。两位大人。那要没我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哼，你本来就是潘大人抓的，你问他嘛。你呀，自由了。从今以后啊，要改邪归正，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否则会遭报应的。知道知道，这俗话说虾有虾路，蟹有蟹道嘛。有你大人吃的，一定有我剩的啊！走了啊。父亲，我们回去吧，外面冷。老爷，我来扶你吧。不用不用，老夫已经挣脱牢笼，重获新生。从此以后没有官教做了，要锻炼强健的身体，练出强壮的腰板，活跃于生意场上啊！老板，哎，客官，你想买点什么？走。老爷，没事吧？怎么样？这会儿还行还行。你看，哎呀，龙盘虎踞，
地结人灵，果然名不虚传呐！实地乃是我潘某人的再生之地，也是我潘家的福地呀。面对着巍巍中山、茫茫云海，老夫有一重大决定，要向诸位宣布。父亲是不想回京城了？正是。老夫决定永远离开那荆棘是非之地，举家南迁。好啊，老爷，那你以后做什么？老夫决定在秦淮河畔夫子庙前开上一家陶艺馆，做着老夫喜爱的紫砂壶生意。收到了好壶就留为自用，收到了更好的就把前面那个壶卖掉，如此往返，以卖代偿，以长处卖，好不自在呀！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好一个神仙过的日子，连你都这么说了，老夫就决定不更改了。好啊，说慢一点，这可是古董。好的，好的，拜拜。好，看这个。开顶儿，慢点啊！好，就把那后面关了。李三，你到扬州琼玉钱庄去把我那些紫砂名壶请回来。正好柳叶姑娘也要到扬州取东西，你就和她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我知道了。啊。让严武随行，你现在让他来见我。这。哟，这可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家的老宅基呀，明太祖手下的一位王爷住，后来成了太平军的王府。听说是扬州运司衙门的潘大人辞官隐退了。难怪。说什么呢？撑着，走，滚！大人，您找我。严武啊，你陪李三和柳叶去一趟扬州。你到东关街琼玉钱庄找那个老掌柜的，把我存在柜上的银子汇一半到大成钱庄。大人如此信得过我，严武感恩不尽。啊，你把这半片金绶交给他，他就会照办不误。我马上就要自办产业，你呀，快去快回。另外。书院要是不让柳叶走，你就替他赎身，不要吝啬银子。路上要注意安全，回来的时候啊，你就雇条小船，走水路，把我那些宝贝疙瘩运回来。几天不见，还真想他，简直像掉了魂似的。知道了，老爷，您就放心吧。哎，高点儿。李三，哎，那个人看来很面熟啊。谁呀？那个人，这是咱们紫玉轩装修草图。哎，你看这个地方是客厅，这个就是账房。老爷，我打听清楚了，那个人呢是扬州城的盐商董老板。董老板，我怎么想不起个盐商姓董的？老爷，他给您献过宝。被你赶出去，就是扬州城多宝巷卖狗皮膏药那董小孩啊！哦，是他呀，人模狗样的，混得还不错嘛。嗨，老爷，这个董二啊，现在可大发了，他可是有名的古董商了。哦，老爷，听说啊，他开了一家古玩山房，专门经营那些金银玉器、珍珠玛瑙、名家字画什么的。哎，他的门面，老爷。就在咱们这趟街的东头。哎，好啊，我倒要会会这个董二。哎，老爷，哎，您看，轻点说，您再提，再修改一下。我说啊，这里给我加一排柜子。好。流水总计是3600两，出去成本和开销，老爷，实际盈利。有位客官要见你。是卖货的还是买货的？都不是，是西头那家正在装修门面房的潘老板。
哦，还没开张就来拜码头，这人还知道点规矩。让他进来。是。潘老板，请。董老板，久违了啊！你是？怎么？你董老板贵人多健忘？哎呀，潘大人呐，董儿给您请安了。起来吧。潘大人，刚才听说街西头来了位潘老板，没想到是潘大人您呢。潘大人，您请坐，请坐。董老板，以后不要再叫潘大人了。老夫现在已经辞官，解甲归田，跟你董老板是同行啊，以后也当老板了。潘大人，您不做朝廷命官了？这可是我古玩界之大幸，诸位同仁之荣耀啊！潘大人，哎呦，呸！改不了口，改不了口了。潘老板，择一吉日，由我做东，诸位同仁作陪，为您潘大人接风。你小子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长进不少，场面话都会说了吧？谢大人夸奖。今后还要让大人多多关照才是呢。董儿啊，你小子怎么突然有出息的呢？这人要是走了运啊，这城墙都挡不住。也是托您潘大人的福。我潘某这棵树虽说不大，也替不少人遮过阴啊。是。现在咱们是同行啦，要合作，不要下黑手哦。大人哪里话呀？我们就是有这胆儿，也没这本事啊。潘大人，您是从官场上退下来的，8根汗毛都比我们腰还粗。敢问大人，今后想做什么生意呀？老夫啊，想专营卖小茶壶啊。卖茶壶，那能混几个钱呢？老夫是连卖带玩啊。哦，完全是图个雅兴，闹个好玩啊！哎呀，潘大人，今后董二就跟着您当学徒了。你这个学徒，我可用不起啊！潘大人，那把阴阳太极壶，最近在市面上可是露脸了。董二啊，你小子鼻子可真尖呐！壶在哪里啊？董二还在打听，有消息，一人报告大人。市井传言不可轻信，阴阳太极壶失传了数百年了，怎么可能轻易就在市面上露脸呢？是，大人所言极是。大人请坐，大人请坐。潘大人，潘大人，潘大人，你走好啊！好吧，你愿意追随老夫，你就继续做你的师爷。多谢老爷，您这是小人的再生父母。起来吧，起来吧。小人不能起。别再哭了。今日乃是多事之秋啊！这次老夫虽然逃过一劫，但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从今往后，我们潘家3代不得从政，也让四儿断了此念。老夫想往京城一趟，把家眷接来。老爷，是该把宝卷接来了。无奈今日老夫颇感困乏，自无力承受旅途之劳顿呐，想劳烦师爷跑一趟，替老夫代劳。老爷，
将如此重任交给鄙人，鄙人绝不辜负老爷的信任，一定平安地把宝卷接来金陵，好与老爷团聚啊！那师爷何时动身啊？悉听老爷吩咐。那就明日吧，早去早回。遵命，老爷。一切就拜托师爷了。啊，老爷请放心。那小人就告退了。哎，好，你下去吧。父亲，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不怕所托非人吗？他最合适不过了。怎么讲？他最怕我们怀疑他不忠，在接你母亲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况且你母亲办事一向干练，驾驭得住他这匹老马呀。父亲高见。这次虽然逢凶化吉，没死，也脱了好几层皮呀。六月姑娘，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你为了老夫，无辜地卷入了官场的是非，如今也得罪了不少人，我为你的前程担心啊。多宝巷那种地方，你就不要再回去了。啊，那个地方，我是绝对不会再去了。好，有这个决心就好啊。不过这个天地之大，要替你找到一个容身之处，那也不容易啊。你一个单身女子，走到外面去，就算不遭到报复，也恐怕会被人欺负啊。小女已经想过了，大不了出家了之。哎，胡说！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有这样的念头呢？六月姑娘，这样吧，老夫蒙难时，多亏得你的照顾，才有今天。如今虽然转危为安，我也该饮水思源了。现在我新置了这些产业和新宅，你要是不嫌弃，你就留下来吧。这不合适吧？哎，没有什么不合适。你救了老夫一命，老夫就要养你终身。你在这里啊，就像在家里，吃的用的都跟潘家人一样。什么时候你要是觉得不顺心，你大可以离去，老夫绝不为难你啊。谢大人收留之恩。哎，起来吧。啊，这是老夫多年收藏的东西，你要喜欢，你就拿去。我父亲送给你的，你就收下吧。谢大人。不谢。这可是一件宝物啊！啊，下到哪了？嘿，好奇呀！六月姑娘，你手上有一把老茶壶，什么时候给老夫瞧一瞧啊？好，等大人有空时，小女拿来，请大人鉴赏。好。哎呀，天不灭潘大人，潘大人是大富大贵的人呢。老爷的命硬得很，官场上多少风雨都经历过，一般的小人害不了老爷，弄不好还害了自己。是。老爷
真的决定告老还乡了？潘大人已经把官给辞了，他还发下话来说潘家3代人之内不准入仕途。哎，这还有潘大人那封信。真是老糊涂了。多少人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呢？啊，他可倒好，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官给辞了，这不是昏了头了吗？你这么明白个人，你怎么不劝劝老爷呀？啊？夫人，我……你们都盼着老爷早点下台，你们心里好舒坦是不是？哎呦，不敢，夫人，您把话说哪儿去了？夫人，收拾行李，去南方。老爷，柳叶姑娘来了，她说要让您见一样东西。快请她进来吧。潘大人，免礼免礼，以后你来我这里就不需要那些繁文缛节了。坐吧，坐吧。潘大人，这就是那把老茶壶。哦。父亲，这把壶和康先生那把是一对。的确是一对呀。这把壶是真品还是赝品，还待仔细的观察才能做结论。柳叶姑娘，你知道它的来历吗？哦，这把壶是妙香法师传给我的，我不知道它的来历。不知道也好，知道了太多未必有什么好处啊。不过，这是一把好壶，要好好的保存它，不可以轻易给别人看，看的人太多，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多谢大人提醒。大人，小的有一事相求。燕窝，你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老夫会尽量的满足你。燕武从老乡那里得到了一个凶信，老母亲在乡下得了重病。潘大人，请准小的长假，以便回去侍奉老母。我知道你是出了名的孝子，你就回去吧。在行前到账房那里去拿些银两，回去好好尽孝。李三，老爷，你到账房取100两银子给严武做盘缠。我知道了。谢大人恩典，一路珍重。谢大人。老爷，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啊？老爷，我把太太从京城接来了。啊，他们来了。哎，啊，我们快去。夫人，老爷来了。哎呀，夫人，老爷，起来，起来，起来！夫人一路上辛苦了吧？老爷，您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真是阿弥陀佛保佑啊！我还要到菩萨那儿还愿去呢。您瘦了，瘦多了。还好还好，人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啊，有你这样的贵人助我，我当然是逢凶化吉的命啊！母亲，母亲，孩儿给您请安了。李三给夫人请安了。罢了，四儿啊，多亏了你啊，我们全家又团圆了。孩儿也没做什么，都是托父母大人的福。你那3个女婿啊，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京城。哎呀，算了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由着他们去吧。
哎呀，你这园子可是比咱们京城的大多了啊！还可以吧？我带你看一看。好啊。你看看，这前面，这是我心中的。我说你呀，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啊？你说这官说辞就辞了。那醇亲王的儿子当了皇帝，他不就成了摄政王了吗？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咱们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你可倒好，告老还乡了。我跟人家王爷家里人说，人家都不相信，还以为你得了什么病了呢。我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过几年你就知道了。你要辞你就早辞啊，你何必折腾这么一回呢？你说你差点把老命给搭上，值吗？唉，激流勇退呀。什么人呢？站住！是柳叶姑娘吗？快过来给夫人请安吧。给夫人请安。罢了。你这什么时候买进来的？母亲，她不是府里的丫鬟。不是丫鬟，那她是什么人呢？老头子，你真是越活越年轻了，你啊！怎么着？背着我收了小了？我说怎么着呢？连官都不当了，这屋里收了个这么……夫人，你误会了，柳叶姑娘是我们的客人呐。客人？谁家的客人呢？啊，她从哪儿来的？她是格格还是千金的？汉人还是旗人？她是单身女子，暂时寄住在我们家里。这可真新鲜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单身的年轻女子在谁家做过客呢。她是谁的客人呢？是我的。你的？是谁给你立的规矩，敢把女客人留在家里住？你答应的。夫人，你别着急，我慢慢再告诉你啊。抬起头来。母亲，夫人。柳叶，就先下去吧。啊。是。柳叶，柳叶，柳叶，柳叶。夫人，你，你实话跟我说吧，哪儿弄来的狐狸精啊？到底是你弄来的，还是四儿弄来的？误会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乱扣帽子。这姑娘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想象哪样啊？你别跟我打马虎眼啊！我一眼就看出来，她肯定是烟花巷里出来的女人。夫人，你倒是好眼力啊！不过你错怪这姑娘了。来来来，来，这烧饼好吃，你来吃一个嘛。啊，咬。
羊肉烧饼好吃啊。我不吃。哎呀，你干嘛呢你？吃一个吧。四少爷来了。他睡了吗？还没有。那好，你进去跟他说，我要跟他说几句话。是。姑娘，四公子有话要跟您说。你去告诉他，我已经休息了。四少爷，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没商量，我不能把一个烟花女子留在我家里。你呀，什么我呀，我就不放心你。人家说了，人越老越荒唐。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啊，就是好胡不好色，你知道的嘛。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这世界上就只见过一把茶壶配几个杯子，就没见过一个杯子配几个茶壶的。对呀，那一只茶壶啊，就只有一个盖子。对呀，一把茶壶如果配了2个盖子，那多的一个盖子放哪儿？可是你没见过那个筷子筒啊？那一个筷子筒得插多少根筷子？夫人，高见了你。别笑了你！我告诉你啊，在我面前呢，多一只杯子都不行。你要是敢把那个女人留在家里头，我跟四儿立马就走人，我们回京城去。哎呀，夫人，你误会了嘛。到了京城啊，我就找醇亲王去，我让他呀再查你。你这是干嘛呀你？三儿啊，三儿！哎，夫人，来了。哎，夫人，这么晚了，你叫我有事儿啊？跟我们娘俩准备准备，明天我们走人。哎，李三，这没你的事儿。啊，三儿啊，三儿！在这儿呢。李三，太太让你去睡觉。三儿，三儿！你这是干嘛？三儿，你让下人看笑话嘛？那好，你既然不让我回京城，那你得答应我，你把那女人弄出去。我看着她，我心里不痛快。我干脆替你到镇江去搬个醋场子来，让你一头就栽在醋坛子里。哼，我一头栽到醋坛子里，你好招笑，对不对？哎呀，都这么老了还吃醋，没瘾的事嘛。我不用看他，我一闻就闻出了他身上的骚味儿。别这样说，我就知道你会想歪了。你看人家不顺眼，其实根本就没这事儿。我在被押到京城的途中啊，他救了老夫的命啊。那一路风尘，他没勾过你的魂儿？你是长辈，不要用一般女子的眼光来看人家。柳叶是个很正派的女孩子，她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哎，只可惜啊，不按茶道。好了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谈这个了，来睡觉。我不想睡。哎呀，睡啦！你个老东西！好了好了，老东西啊，我明天再跟你解释，好不好？今天饶了你啊，明天我继续说。好好好，明天说，明天说。哎呀，你别挤我呀！哎呦，着凉了。我挤啊！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